台湾的越野如果是要在往上push，要在进步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要有一个传承的方式啊。传承方式其实不外乎就是教学。这里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训练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地点。对，无论练技术，还有练上坡的技巧，全部这边基本上做一个包办式的训练，其实都是没问题。在越野跑里面有个积分，它叫做 ITRA， 有达到600的男生其实也不多，但是600这个水准其实是在国际水平上，可能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水平。你绝对要600，甚至到650以上，你才有机会在亚洲区有更好的竞争力。我想要的传承是，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个入门阶段的，要把我们台湾的越野跑者进阶到一个中阶的程度，那就是要来做一个可能比较进阶型的那种越野型的那种概念式的训练营。哦，打我的高标，真的假的？今天整体的发挥是已经超出我自己预料，我觉得我很开心。引领我进来最主要的关键的人物是雷哥，刘梦雷，他是我师父。当初我刚来跑越野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代表，我也不会看运动手表，数据我都不会看，补给要吃什么电解质啊，或者是果胶啊，多长距离要吃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一一的告诉我。尤其是那当初看离线地图，那时候我也不会看离线地图。进入我们的训练。你好。哦，所以你就是磊哥。哦，我以为是男生呢。是哪一个磊啊？是草布的磊。哦。当时我在询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在他家坐着马桶，就是很仔细的在那边跟我详说到他整个脚都麻了。这个就是跑 Hash 的朋友小易带来认识的，然后他那时候只跟我讲说，因为我那时候团练的要求是要会看离线地图，然后速度跟不上没有关系，但是体能要有就对了。然后小易就跟我说，这个没问题，他一定可以。然后呢，带了以后发觉这个都一直黏着我，但是呢，跟他讲路线怎么走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然后后来他就自己该跟我自首说，哦，他不会看离线地图，就是讲了非常久，然后跟我解说这一块就是我要怎么去解读，就是离线地图这一块，就做他脚麻了之后，然后才慢慢把我这个东西教会，进而我才是真正踏入越野。但是因为小易他跟我讲的是他没问题，只是说不会跟丢这件事情，对，所以但是因为他跟我讲说不会看，那他直接问我想学怎么学，好，那我就很认真的、很钉钉的，就是跟他讲怎么学。只是他来问我问题，这个时间点刚好我正在马桶上拉屎。这应该没有长痔疮吧？对，应该没有，应该是没有，还好，应该是还好，没有，没事，很快就学会了，还好。那时候是觉得愿意这样教他，是因为他很坦诚跟我直接讲。对，然后如果说他没有很坦诚跟我讲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这种不要下次再约了。对，然后所以后来就缘分的关系，所以就后来就一直都有互动，一起带着练这样。哦，也是练习吗？对，我就快乐的跑。跑友认识的。哦，对。然后跟磊哥又是同事这样子。好害羞。对，我们是在这边认识的。哦，是。入越野跑这块运动领域，大概到现在大概是3年半左右。其实就若以资历来讲的话，跟很多前辈来讲的话是非常浅，在各个赛事中慢慢的历练成长，有拿到一些好成绩，受到一些关注成长。其实感谢很多前辈的指导跟就是带领。通常会斜坡到阶梯，然后再转土路这样。单趟大概是1.8公里，然后爬升大概是270，大概会做4趟，爬的大概落在270左右。对，哇，4趟哎，没错。
好湿哦，我一趟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也才刚1/4趟咯。对，如果是训练的话，通常是会这样。对，因为要做一个上坡持续跑的那种动力，然后加上这边有阶梯跟途径的转换，其实是在越野赛道中最常遇到的。我们柏油路转换阶梯、转换土路，甚至碎石头路那种脚感跟跑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做这个转换地形上，我觉得是对越野跑者来说是非常的帮助。400多，对，400出吧，然后400出吧，然后这边就是据点。哦，感觉这带外国的跑者来应该蛮有意思的。没错，还融入那个在地文化。以台湾的越野来说，它是非常有特色。因为台湾的赛道不外乎就是湿滑、青苔、石板路啊、树根啊、湿滑地，对。所以我觉得这里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训练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地点。对，无论练技术，还有刚刚练的体能，还有练上坡的技巧，全部这边基本上做一个包办式的训练，其实都是没问题。陡上在做连续陡上转阶梯，再转这里的时候，其实到这一段是很累的。你到这一段的时候，像你刚刚走，其实就会有点会喘的感觉。对。那你想象，你刚刚是从上坡这样一字形上来，然后再转400阶阶梯，400阶阶梯之后再转这个比较原始的那种这种土路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后面是需要去盯它的，有点像去盯你那个临界点。对，然后越野很多时候你是那个临界点要熬得过去，你才能去突破，要不然你在比赛中可能就会荡下来。对，还可以训练一样重要的东西，叫就是补水跟补给。对，因为你在做转换的同时，你要想说，我在最喘的时候要吃果胶吗？应该不是，不可能，你吞不下去。我要吃电解质，我要在哪个路段去做分配，去做吃补给，然后在对的时间点去做补给很重要。跟比赛中可以有点像是模拟赛道中，我哪一个时间点要吃，而不是说我可能一直在跑没时间吃过了那个时间。来不及了，我发现肌肉在抽动了，来不及了，一定要抽筋了。当你感受到肌肉要抽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来不及了，因为你吃下去至少要5分钟，大概要5分钟才压得下来。补给真的是在越野跑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就是台湾夏天随便跑就长这样，随便走而已就长这样，真的。所以那个电解质在补充上会很重要。这里好赞哦！对，在晚上夜景超美。晚上夜景。我晚上喜欢跑这边，就是上来没有人，这边看夜景超美。超漂亮，百万夜景，展望超赞，比下面看更漂亮，真的，点是突出去的，会更美，真的，跟台北市一样，哇，对，所以我在这边的练功场，因为我从小是练田径上来的，练的专项是跳远。我是跳远跟3级跳远的选手，其实我不是中长跑距离的选手，对，因为像可能我们现在有些前辈还是什么，他们可能是中长跑距离的选手，进而转来越野跑，其实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底子、有氧、速耐力是打得非常深厚。但是我属于是田赛的部分，以田径来说是以田赛为主，是以爆发力为主，就短距离爆发力为主。所以那时候转换来这边，其实唯一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可能就是节奏性跟弹跳性是非常可以融入在越野跑这一块领域。核心掌控步伐的快速踏点，就有点像模拟在越野跑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转换到那个湿滑地形，你要快速的转换的那种踏点的那种感受。对。今天这种天最适合比赛，真的哦，超适合。我就一直在祈祷是这种下雨天，因为上礼拜我来礁溪探路的时候，其实超热，爆炸热到很夸张那种。那我就在担心说，哇，到时候比赛会很辛苦，大家会很辛苦。而且已经是9点。哦，对，因为太晚了，你知道吗？现在9点那个太阳会杀人，真的会杀人。今天来参加圣母山庄的登高赛，这在之前就有举办过，然后这过了几年，可能因为疫情关系，然后现在又重新由中华民国越野协会这边来做一个重新的开启举办。其实一开始跑越野赛的时候，就是被跑山兽的在观音山的登高赛，所以以及我到后续的时候，在国外比赛，其实我都有参与到很多登高赛的部分。我觉得登高赛它长度很高，时间很短，是一个很好。刺激身体以及刺激心肺的一项运动，但是它不会造成太大的疲劳。
然后以及是夏天台湾这么热，你要跑越野赛，它其实是有时候太热很辛苦的。所以我想说，正普上段登高赛哦，恰吉之前举办，然后我很怀念，所以我就跟恰吉说，如果你没有要再办的话，我可不可以来复办这一场比赛？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其实台湾的一些好手，基本上应该精英好手，基本上都有来参加。还有邀请到我们日本一哥上田刘伟，哇，这是大家想要看到的明星的画面。这样。Next weekend I have an important race in Japan, so I are here. So I hope I train for the race. So today, 1 week before the race, so this is good stimulation for the next weekend. 总距离大概是5.2、5.3公里，然后爬升大概是800公尺。对，其实它是蛮辛苦，它是整段都要需要，几乎都是在保心率的一场比赛，登高赛这样。大概是多少？哦，上礼拜太热了，上礼拜跑的时间才跑48还49分钟，可以突破自己，希望可以45分以内。以安全为第一，因为接下来还是以9月的那个世锦赛，是世界越野锦标赛为主，对，所以我们还是以安全第一。这场比赛其实是教练安排给我做一个穿插训练，这场比赛就是安全第一，不要受伤，顺利完赛就好了，然后其他就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全力以赴。安静，注意这边，请安静。那个女生的起跑时间是9点，上面的风雨非常可怕。阿宝教练如何？打我的高标，真的假的43， 43。对，你不要再拍片了，你来比赛。我也想比，我看到你们，我的脚都痒了。很刺激，超刺激的。听说上面好像也是很哇，凄风苦雨，真的假的？上面的风很大，是快站不稳那种的。因为真的。原本我们上去是要到那个耶稣十字架那边，对啊，一个看不上去，但是后来因为协会会长因为怕大家危险，就取消那一段，大概只剩下20公尺而已。从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有分享到就是下雨的关系，对，所以其实体感是舒服的。跑的过程中感觉今天的肌肉状态，还有所有的应该算是那种筋膜的感觉吧，其实是很顺畅的。我自己来跑，其实在暖身的时候，我自己就感受到，今天跑起来应该会不错。然后到了刚刚时间到，然后起跑出发的时候，上田的选手就当然就是一马当先，冲出去，哇，他的速率非常好，他连在上坡的节奏都是弹性非常好。你看得到，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稍微拖一点速呢，但他的每一步在上坡每一步是弹性，你就看着他，哇，那个像羚羊一样，都在你面前过一个弯2个弯不见了。哦，真的，消失。所以你后面都没看到。我们大概只跟了应该500公尺吧。就前面这个而已，就形成他自己一个集团。台湾的越野如果是要在往上push，要在进步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要有一个传承的方式啊。传承的方式其实不外乎就是教学。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个入门阶段的等级模式了。我一直在思考要怎么从一个入门阶段，然后跳脱到一个中阶，那就是要来做一个可能比较进阶型的那种越野型的那种概念式的那种跑班，还有训练营，自己的创立的品牌，它叫 DMT， 对，然后至于中文名字，它就是梦想山径的意思。我们在越野跑里面有个积分，它叫做 ITRA， 对 ITRA 的积分，台湾的普遍的女生可能积分是落在450至500，男生可能是落在500至550左右。其实有达到600的男生其实也不多，但是600这个水准其实是在国际水平上，可能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水平。训练营这个品牌跑班的跑者，他是有一定的水准，然后你有一定水准，你想要再让自己更晋升上去，你找不到，
找不到一个方向的情况下，那就是我这个跑班想要执行给你的一个传承的概念。我想要让你从450、500，女生400、500，我要让你可以 push 到550以上。然后男生不用多说，你一定要600以上，你绝对要600，甚至到650以上，你才有机会在亚洲区跟其他的国家，甚至在台湾有更好的竞争力。今天整体的发挥是已经超出我自己预料的那个程度，我觉得我很开心。对对，虽然没有前3名他们选手那么快啊，对，但是依我接下来要准备的比赛，世锦赛我是40公里爬升3300嘛，对。这个爬升的速率，加上我最近练的那个跑动能力，我觉得这样综合起来是进步到下一个档次。真的，所以我对于我接下来世锦赛的比赛，我很有信心可以把它跑得比我2年前世锦赛来得更好。所以这是我目前今天比完赛，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然后安全无伤的比完赛，我觉得健健康康这样，对，很开心。这次赛事的氛围，从刚刚介绍就是我们之前刚好介绍一下比赛整个过程的张力是非常的紧张刺激以外，然后等我们比完赛之后下来之后，可以看到现场就是活动上，其实中华民国越野协会是很用心的，他们就是为了让选手结束之后可以有的地方休息，还有可以有其他在地的美食，还有像我手上拿到的这个花生卷冰淇淋，就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你下来之后，你比完这种高张力赛事之后，你最想要吃的东西，不外乎就是甜的跟饮料，冰的饮料。对，尤其是夏天，所以这边在现场他们都提供了饮料，还有甚至像热食、炒米粉啊之类的，都是我们台湾的在地很优秀的美食。然后现场有很多我们台湾很棒的一些运动的厂商。他们也都来就是来支援中华民国越野协会这一次的活动。依然，因为从我刚跑越野的时候，第一场赛事是跑了礁溪越野，也是这个场地。对，其实刚刚的路线就是礁溪越野会经过了必经的场地之一。对，其实我对这边印象深刻，因为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不外乎是它每年办的时间都是在7、8月最热的时候，所以每次我跑到这边基本上都是要死了，基本上真的是命都去半条这样。因为这样的痛苦，所以我记忆深刻。记忆深刻的情况下，我更觉得说这东西我每年会想要回来参与。然后今年参与虽然不是礁溪越野，是中华民国越野协会举办的，就是说圣母山庄的登高赛。上到圣母山庄可以见到耶稣，可以看到抹茶山。虽然今天的天气比较没那么好，没办法看到抹茶山的全景，但是我觉得整条路线还是很亲民，就是很适合初学者也可以来参与的活动，因为它的路线是很明确的，直直的往上爬，爬完到终点就结束。结束之后下来就是享用现场中华民国越野协会所精心准备的所有的美食，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安源是第2名，哇，如何？觉得跑起来如何？上田真的太厉害了，上田太厉害，但是有跟着这个氛围，让自己 push 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感受哦，真的尽兴，赞哦！第一次跟900分的高手同场竞技，真的很兴奋，真的哦。对啊，所以你今天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肾上腺素的爆发可多的嘞，所以也有在你的预期的成绩内吗？其实没有预期成绩就是因为这个跟9月世锦赛的性质不太一样。对，也是40K 嘛。对，然后当一个训练，因为爬升我本来就蛮爱的，是，对，所以就没有特别设定成绩，就尽力去跑。恭喜，谢谢，恭喜，真的台湾都要靠你了，谢谢，拜拜。我觉得很好玩，超级刺激的。你第几名？我第6名，可是我今天超开心的。怎么说？突然燃起训练的斗志。哦，很厉害。因为我前就有点低潮。那今天有不舒服吗？今天没有不舒服，就反而就是整个状态有回来，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哦，好棒！配态考有点爆掉，但是 nice， 可以开始训练，我觉得真的哈，有信心了。没有跑好的状态下，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再讲。哇，好难得可以看到你这样子笑着讲话。对，我一路都会讲下来。好啦，继续加油，世锦赛加油。谢谢。OK， 好 ，Danny 觉得如何？可以再跑一场。哦，真的。
这是台湾版的上田刘伟，下刘阿伟。对，然后完全不会紧张因为就是来就是各个精英都来这边一起修台大乱斗的感觉。对，然后反正就短短的嘛，所以身体负担没有很大，就是心脏拿出来靠下去就对了。有没有什么策略？策略吗？就是前200公尺弄一下上田刘伟就好了，就弃赛了。真的，因为都是上坡，前半段就是大概10%的坡度啦，所以能跑就尽量跑，但是要注意配速。然后后半段的话，大概也跑不太起来啦，所以你就稳定输出就好了。对，那原则上我会希望把体力留在中后段，就是用走的部分，我希望能走得更稳一些些。然后最后留到最后一口气，摸到耶稣像就可以了。啊，加油！好，加油！加油！Leo 教练，还好吗？Leo 教练，还可以啊，赞哦，爆炸了，还好吧？对，可以 OK， nice， OK， 还好吗？那个 N-Normal 赞助选手，赞助 N-Normal 选手，赞助品牌选手，如何？快变更高级的会员。VIP。是哦。nice， 还好吗？我有拿到1块啊，还行啦。是你的目标吗？啊，前2届吧，差一点点。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好的。哦，我想应该是调整的问题。对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发现我一直以来的调整模式都是以长距离的调整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赛前肌肉放的有点太晚，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在这种需要爆发力速度的比赛上，在中后段比较没力。软的这样是，就是脚好像也不会说很酸，就是比较没有力量，好像比较像长距离的模式。所以我在想，这也是一个蛮宝贵的经验。如果之后在准备像这样子高强度的登高赛前，应该要在赛前再把状态应该要再适时做一些强度。我觉得我这2-3天因为我礼拜4有去做一次治疗，类似结构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像肌肉有点太软，放太软。我还好啦，大概就是跟过去成绩差慢一点点，差不多慢给大家1分钟这样。是，我觉得还行啊。但我知道我这阵子训练下来，爬升应该是有进步。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经验。加油！谢谢。你要让一场赛事，它要变得是一个国际的活动，国际观光有价值，然后有宣传的影响力。我相信还是需要有一些顶尖的跑者，尤其是外籍跑者来台湾。那它同时可以让台湾的竞技水平提高，让我们这个登高赛不只是单项运动，也不只是喜欢登高的人的一个活动，而是我们可以借由登高，借由在马拉松淡季的时候，夏天往山里面跑，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然后也是新形态的运动风气，登高这种快速登山新形态的运动风气。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各种的元素，然后请上田刘伟，然后来台湾，然后来创造出这其实一个好的赛事，一个好的活动，它同时可以让我们的竞技水平提高之外，也可以让我们台湾被世界看见，让国外的跑者来看到台湾有这么美的地方。祝阿包这次世界杯顺利达成他的目标。一直到我公司去认识了磊哥，磊哥是我的同事，然后他也约了我很多次要去越野跑，但是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越野鞋，所以就跟他拒绝掉。然后某一次也是磊哥揪了 Hash， 然后就跟他一起去，然后之后就比较频繁的有跟他一起跑步，然后他就揪了我去3重田径场训练。然后在那边就认识了阿包，对，然后后面就有越走越近这样在一起。其实这是相反的耶，我比较常受伤，他基本上不太会受伤，就是生化人体质，对，受伤人几乎都是我。然后
我反而会比较执着于在训练这件事情上，然后他反而是在劝诫的那一方，对，所以他很常会告诉我说，哦，就是虽然要训练，但还是要适时的休息。你有没有想要在自己想要分享的？分享的吗？有吗？这个生意，对对，有没有想要我没有问到的？他现在一直在我前面晃来晃去，好像。对，他手还拿着棍子，哎呀，你搞喝啊，还拿着棍子，我好像讲不了什么。